大家好，我是金双。现在我在北车，正准备搭乘机捷前往桃园机场，因为我接下来就要和安东尼去土耳其玩啦。这是一趟长达2周的旅程，我们从2年前就开始规划，现在终于要出发了，非常的兴奋，而且很期待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等和安东尼会合，就准备出发吧。终于抵达伊斯坦堡了。我们接下来要去领行李换汇，然后和我们的接机司机会合。我们上车了，接下来要准备前往饭店。到了第1天的饭店，叫 Joyway Hotel， 然后它好像有3栋，我们正在移动到房间。好多海鸥哦！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些明信片，可以寄。然后因为你有问我说哪边比较好寄，都方便。小本子就是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景点，每个城市都会有提供，就是我们这次推荐去的景点。那其中如果旁边有那个小照相机，表示这是包含在我们行程里面的。对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欢迎你们在自由时间的时候可以自己去逛。对，土耳其就是世界3大菜系之一，所以有很多就推荐的一些常见美食可以参考。后面的话就是90路的3大精神，你们可以先看过。这个是我们90路每次参团都会有一个小活动，就是给1年后的自己一封信。然后这个东西是可以自由参加。然后最后的是那个交通卡，是1轮1张，里面已经都储值好至少200里拉。对，超多猫咪，有够可爱。现在早上7点，其实天气还蛮舒适的，就是有点微凉。从饭店走一小段就可以到旁边的海峡。我们去跟猫猫聊天，我们去街访猫猫。有看到了，前面有一只猫猫，好惬意的猫声哦。Hello，它来蹭我了。它身体痒痒在蹭你。哎呦，好可爱哦。3只不知道在干嘛。等一下来坐地上铁轨到对面的海边。你是战猫吗？站长。哎呦，好可爱哦！太黑了 ，GoPro 拍起来更黑了。跟我们一起等车的猫猫。这边有个喝咖啡的观景台，这边的路非常的暗，小巷子走到底，这边的咖啡店非常的难找的地方。哇！这里真的是隐藏景点呢。这边看出去有海洋跟清真寺，非常漂亮。这边真的不错，可是真的很隐秘，而且这条小巷子看起来好像有一间小间的地方，像工作室之类的。推荐有想看景的人可以过来。这边找到了付费厕所，一次是10里拉，而且它其实没有特别干净。冲水的话是要自己装水去手冲。伊斯坦堡就有鸽子洞，好多海鸥。这是猫粮捐款机耶，投钱下去它就会出猫粮，可以给附近的有猫吃。本来想看地下水皇宫，可是排队买票的队伍有点长。那
其实这个宫会开到晚上10点，不过它中间6点半到7点半会休息。我们现在5点半来排，这边竟然还要过安检。到地下水宫殿好像还是很暗。它这边在6点半以前，一个人票是1300里拉，它可以买中文导览，一个是300块。他说这个是一根，就是塑形，而不是2块，是1块石头去切出来的。像那种是有切的，但是这个就是一根。然后它连个头面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。突然变暗了。它这边其实会一直滴水，你走在里面就会一直被水滴到。超美，这边真的很壮观美杜莎的头，而且它的头用倒的，主要是因为怕说它放正的会真的石化到人类。这边有一个倒着的美杜莎的足迹，美杜莎的影子出现了，超酷，哭泣的柱子，还有水母。今天是在伊斯坦堡的第2天，我们接下来要来参观圣索菲亚大教堂。他说旁边这个墙是5、6世纪就建好的，非常的古老。那是18世纪的喷泉。科普卡庇皇宫，穆罕默德的亲笔签名。那个大门曾经是国王进出的入口，那现在就变成观光客进出的入口。圣索菲亚大清真寺排队中进入圣索菲亚大清真寺，女生必须要戴头巾，队伍蛮长的，但是前进的速度其实还蛮快的。圣索菲亚大清真寺原本是东正教教堂，在拉丁帝国时期也曾经作为短暂的天主教教堂。一直到鄂图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2世占领之后，才将圣索菲亚改成清真寺。但是圣索菲亚大教堂曾经因为政教冲突还有暴动，所以有被烧掉过2次，这是重建2次过后的建筑。进来了，他说这里是以前女性贵族专门走的通道。这边原本是清真寺，之后变成博物馆。那一直到2020年，因为执政者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，所以现在的圣索菲亚大清真寺只能开放2楼做参观。那下面就是给回教徒做参拜的地方。这个角度拍超美的。大家来这边摄影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千万不能比耶。刚刚在拍照的时候不小心比了耶，那个警卫就有来要求要把那些照片删掉。墙上的那个翅膀是6翼天使，因为原本是教堂，所以会有那个天使的壁画。但是因为回教不能有偶像崇拜，所以就用青铜把天使的脸给遮住。那个是没有被遮住脸的天使，这边被布幕遮住的是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的图案。天堂与地狱之门，这边原本是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做仪式的地方。墙壁的那个方框是校正，要说建筑有一点点毁损的话，它这个就会偏移。那这边其实可以看到，原本的教堂其实是用金箔去做的装潢，但是为了盖掉跟基督教有关的东西，所以又再重新盖了一层装潢上去。这个壁画只要是犯一次国王跟皇后，他的脸就会被盖一次。所以国王跟皇后其实是被盖了3次。就是圣母玛利亚。这张马赛克壁画大部分已经毁损，中间是耶稣，左边是圣母玛利亚，右边这一位则是施洗者约翰。这边是圣索菲亚大清真寺的南门，上面的壁画中间是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，左边是君士坦丁大帝手上捧着城市，右边则是查士丁尼一世手上捧着圣索菲亚大教堂。这幅画就是象征着2个皇帝把城市和教堂献给神。接下来要前往蓝色清真寺，排队的人潮，进到蓝色清真寺了。它的本名是苏丹阿巴迈德清真寺。那个吊灯听说是米粒做的，可以拿来吸吻。这边的蓝色瓷砖都是来自伊兹迪克的高品质砖。那个蓝色的天窗是象征宇宙的样子。在蓝色清真寺出来的这个广场以前是竞技场，同时也是赛马场。这个蛇柱是从希腊来的，前5世纪就有了。它原本上面是有3条蛇，然后加一个盘子，但是现在就是上面已经毁损。
来自埃及的方尖碑，每一面的石柱下面都有刻画当时的场景，一只海鸥，一只乌鸦。这个是德国喷泉，是以前德国皇帝为了政治外交送的礼物。它员工里面也有金箔，很漂亮。哦，好冰哦！到大巴扎，等一下就要来逛这间市集，人超多的。听说这边东西很贵，然后里面卖的东西其实也跟别的市场大同小异，所以建议大家来观光就好。这边的环境其实很干净，我觉得。对呀，因为我们昨天去那边刚见，但就是可能就是为了要卖东西的时候，对，当然要打造，因为他们就是观光。没有啊，我们那天去杜拜就没有在打造。那个我真的是不懂，去坐路面电车，人超多。我们到埃及市集，这边很大间呢，很漂亮。这里虽然会被叫做埃及市集，但是这边的香料其实都还是从东南亚跟印度那边传过来，只是说在运送过来的途中会经过埃及，所以这里才会被叫做埃及市集。You know me? Yeah. You know me, yeah? Yeah, YouTuber. I'm YouTuber. Taiwan.看看不要钱。看一看不用钱。哦，有点咖喱的味道的感觉。You're YouTuber. You're name YouTuber. Yeah. K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伊斯坦堡地下街，其实也是短短一条，可以看得到对面，还是人好多哦。真的要过桥到对岸去，走这个桥很舒服哎，这个景观超好，有够美的。车去水烟馆。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水烟馆进行就是体验跟相亲玩？原因是因为水烟这件事情在土耳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。那水烟文化它可以起源于印度跟波斯地区，它是直到鄂图曼他们不是1453年来到土耳其之后呢，就把这个文化给带了进来。那水烟本身是当地人社交收求的一个方式，所以看到外面很多当地人男性们抽着水烟，划着手机看着酒，这就是他们的日常。那九叔希望可以把这样的日常带进我们的行程里面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带大家来进这样的原因。好，再讲一次整个水烟的原理好了，这个就是常见的水烟，分成几个部分，最上面就是烟草网，里面是放着烟草，像你们刚刚点的苹果薄荷啊，就会放苹果薄荷口味的烟草。这烟草本身它是一坨子像果冻的东西，它里面包含就是烟草本身，然后糖浆跟你选那个口味的原料在里面。那它原理是这样，就是当碳在烧之后，我们在吸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有空气嘛，空气会让碳把那个烟草加热，加热之后呢，它的气就会往下冲这个管进到水里面，水冷却之后就会形成水蒸气，所以其实我们是在抽这个烟草产生的水蒸气。但是虽然比较温和，不过它本身还是有尼古丁物质的，所以它不是完全健康的东西，所以大家不想抽都不会勉强。最多只到都是糖，我喝那个顶层超甜。OK， 按一按，来坐火车，等一下要去搭邮轮。这边等车真的很舒服哎。两只好可爱呀！从火车站出来，对面就是我们要搭船的港口，要搭船的地方了。这边坐船也是刷卡，坐10点15的船。
是第65只猫。好肥的鸟，对，那是太融化了。刚刚还以为是2只猫，结果居然是2只海鸥。亚洲区的街道，那边有国父的壁画，然后这一条有彩虹巷，马拉拉的佛像。这一条呢，就是他们的招式，有像一些饼干跟香料，都不同种类的橄榄。这咸点也太浮夸了。亚洲区的街道走起来比欧洲区那边还要 chill 很多，很轻松，不会有很多人，是很拥挤的感觉。接下来要坐船回欧洲区，我们好像搭错船。超搞笑！结果我们搭错船，搭到加拉塔什塔这边，等一下再坐车子到对岸去，像计程车。我们来到彩虹屋，来这边拍照。这边有那个彩虹桥可以拍，不过它现在是关起来的。这边应该是打卡点的彩虹梯，但是人超多。这边真的很漂亮，这边还有一个隐藏市集。继续往前走，每个小巷里面都有小店可以逛。这条也太陡了吧，大概有45度角，真的很陡。从这边拍下去超美的，很壮观呢。但是真的要小心，这脚一滑就滚下去了。这边的屋子其实看起来有一点废墟风。这边真的超美，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看不出来。Google 地图说这个是学校，超漂亮的，好像是政教学院吧。找个咖啡厅来休息。这个角度超好看这是咖啡厅5楼往外看到的景。经过去看看伊斯坦堡大学，走到了伊斯坦堡大学，这里就是伊斯坦堡大学的校门口啦，感觉超级壮观的。听到塑胶袋的声音，就聚集过来的猫咪，聚了几只？1、2、3、4、5，太多了，好可爱哦！干嘛一直抓我的裙子？土耳其的乌鸦有白毛。这就是热气球的篮子，结果因为今天天气不好，政府说今天不能飞，明后天再战。为了最后一天拼了，来进哪？我们在做法，对，在做法，乌龟1人1只。5月29号，看我西亚，空域出太阳，热气球顺利起飞。哇！